用朴素的茶具还原真实的茶品。大家好，我是真茶君普文。今天这一期话题，我们来讲解一下白茶。云南的白茶跟福鼎的白茶，它的区别在于哪里？我们通过几个点的描述，让大家清晰的认知。前有普文用云南老品种茶树制作的一款白茶原料，这款茶持续长期的制作已经第4年，这款茶叫牡丹富贵，但这款茶的采用的原料都是采用云南放野生态的一些老品种茶树，尤其是凤青老品种茶树的一些原料，并不是蒙库大叶种老品种的一些原料。大家看一下这个茶饼，相对来说白毫跟绿叶都会比较多。我们翻过来看一下，这个就是压制的一个饼形，我们采摘时候采用的是1芽2叶采摘这是我们制作这种古树原料的一个标准采摘，我们不会去采太老，也不会去采单芽，那是非常不划算的。然后我们来看这个叶子，它有绿色有深黑色，有白色略微有带一点红色，这个是制作过程中导致它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。有些这种颜色比较淡的这种绿色，那是因为生态原料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每天在施肥在施肥的茶，它不可能出现这种淡淡的这种绿色。为什么这个茶会变异会有黄金芽？其实在放野的过程当中，它产生了变异，它才会出现比较嫩绿色、黄绿色这些芽。曾经普文前期做了一期视频，就是滇红有一大片几千亩都是放养的。我们去看它鲜叶上的芽叶，它就是偏黄绿色，然后相对来说放养的一些叶底它会瘦叶底会瘦。那云南白茶跟福鼎白茶具体不同在于哪里呢？云南白茶基本上采用萎凋，没有通过烘焙，然后在压饼的过程当中采用高温的蒸汽把它蒸软之后，其实它的烘焙在于最后干燥饼形的时候采用烘焙，但是它的温度不会高一般正常情况下的烘饼我们不能超过45度。但是福鼎白茶它会采用晚上太阳下山之前会晒，但是很多现在因为白茶制作它需要大量的晒场和场地，现在很多工艺是直接通过烘。好，那我们开汤来泡制一下这个云南白茶，而且生态料非常好的生态料。普文继续为大家讲解如何来辨别哪些是没有施过肥的料。因为这是一个饼茶，普文开汤同样用100度水温，就水开了的水温来泡制这个茶。为了让大家更清晰的了解这个茶汤和茶，普文用滤网，开汤时间稍微长一点点这个时间大概在15秒钟左右，因为有利于这个饼形的打开。其实白茶的后期保存在于它的一个含水率非常重要。大家看一下这个汤色，其实它的汤是非常清透的。白茶是因为没有经过揉捻，现在有很多新工艺的白茶，它会有轻度的揉捻，这个一冲之后，它那个花香就出来了。花香当中带有一些青草香，这就是白茶的清茶的一个特色。我们来泡喝的第一泡，当叶底打开的时候，我们再跟大家来进一步讲解生态好的茶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。当打开饼形之后出汤我们稍微偏快一点，5-6秒钟就可以出汤。这就是一个泡茶的一个基本方式大家看一下，茶汤是略微有些泛黄了，哇，这个花香青草香一直都有清澈。这是一款荒野的古树原料，入口就是那种甜。普文再给大家讲福鼎白茶跟云南白茶的区别在于哪里，在于它的树种不同。其实真正的后期前期的烘跟后期压饼完的烘差距其实没有那么大的，但是对于散料来说，喝起来那就有不同了。
烘过跟没有烘过的那是差别非常大的，不管你是低温烘的都是有差别，烘跟太阳直接晒跟阴它都不一样。好，我们再来泡第二泡，嘴唇一闭，它那个生津的感觉就非常明显。好的白茶，生态好的白茶同样生津非常急速，喉韵它就会非常好，而且不会锁喉的现象，这就是生态原料带来的好处。但是用云南原料做的，不管是凤庆的老品种，还是景谷大白的品种，还是其他的茶树品种的，都会有略微的一些色底，香气跟生津也是比较特别的一类。甜度茶气非常足的，尤其是这种也有略微野韵的放野的这些茶。所以普洱在制作这个白茶的过程当中，讲究的是最后的烘一定要烘干，让白茶的含水率降低。很多人说云南白茶会发酸，那是完全的偏见和理解的错误。其实关键在你烘焙的时候你做了什么，你让它的含水率到了什么程度。大家看一下这个液体，这个液体是很瘦型的液体，很瘦，不像那种肥而腻这种是瘦长，还偏黄偏黄绿的。普洱直接告诉大家，生态好没有用过化肥的液体是瘦长，不可能肥大肥粗的。海拔在一定高度的，它也是瘦长，这就是自然的原理。不要以为那种肥厚颜色都是绿油统一的那种一定是这个营养好，你喝的都是化肥。好，喜欢普洱视频的朋友可以关注普洱，讲的实话太多了，一定为大家带来真实的原产地和真实的茶品，希望大家都能喝上优质生态的茶。